二哥，你干啥呢？我这怎么打到瑶瑶脸上啊？你应该庆幸打到的是沈清瑶，要是碰到我，整个沈家都会为你陪葬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你在搞鬼啊！死性不改，到现在还想害瑶瑶。今天我这巴掌要不打到你的脸上，我就不是神！闹什么闹？我叫沈水北，是沈家流落在外数年的真千金，才被找回沈家，就被亲生父母3个哥哥亲手送进了监狱。而我入狱这一日，也是大仓老祖退隐之日。老祖陨落，人间灵气枯竭，这10年长生者寿终，昌盛者才散。各方门阀断交自保，在死寂中枯沈。他们都在等预言中那位新祖降世，重开天地，重定乾坤。老祖以前曾经说过，金光县新主上，太好了，老爷子有救了！新祖在世了，方家有救了！部下，所有人听令，方家所有人随我去恭迎新祖！新主出世。都检查仔细了，迎接新主的每个细节都要认真检查。老爷千叮咛万嘱咐，万不能出现丝毫差错。是。哎呀，老爷子这是上了心了呀，让我们在厅前迎接新主，我二房首当其冲。这以后我二房在沈家的话语权那可就……瑶瑶一向最得长辈欢心，等会儿一定要好好表现，给新祖留下最好的印象，争取能够贴身侍奉他啊！放心吧，妈妈，我一定好好侍奉新祖。沈总、沈夫人，恭喜恭喜啊！新祖出世，第一个就入住到沈家，真是让人羡慕呀。话说，你们拿什么奇珍异宝换得新祖的青睐呢？哎，我沈家并不发达，哪能拿出什么奇珍异宝？只不过呀，是奉上了一份血气。以我们沈家38位血亲族人以及子孙后代与新主结契，愿生生世世侍奉新祖。这生生世世世世代代侍奉新祖，沈总、沈夫人，你们太有心了。能生生世世侍奉新祖，是我们的荣耀。张总、李总，这是我女儿，才从国外知名学府深造回来，以后会贴身侍奉新祖。瑶瑶，这是张叔叔、李叔叔，快打招呼。张叔叔、李叔叔。好。他是那个10年前被找回来的真千金吗？之前找回来那个亲生女儿犯事儿进监狱了。别说，别说。张叔叔，没事的。李叔叔，我姐姐进监狱10年，今天正是出狱的日子，哥哥们已经去接她了。接个屁！今日我沈家要恭迎新祖入住，接他个晦气玩意儿回来做什么？也是，今天是咱们家的大日子，就别让他回家平添晦气了。是，我已经通知狱方，不用送他回来了。别送回来，这样的污点，死在外面最好。新祖到！死在外面。爸，这就是你们沈家恭迎我的态度。水北，水北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我？是啊，沈家不会想到被他们亲手丢进监狱的替死鬼还会回来，甚至是以新祖的身份回来。我本也以为入狱是绝路，
没成想在里面竟撞见了一位活了3000年的道门老祖。他因情伤画出7重人格，非善非恶，自求于此。因为与他有着相似的经历，他收我为徒，将3000年的修为悉数传授于你。师父说，待我出狱之时，便是人间秩序重整之日，而我便代替他，被世人称之为心。沈水北，你一个劳改犯出狱了就死远点，谁允许你回来的？是你们沈家请我来的。什么？是你们沈家请我来的。什么？恭迎新祖出世！新祖，京都10大名门世家邀请您入其门庭。京都陆家愿奉上家族持有的3条灵脉。京都沈家，继续说。沈家愿奉您为家族护道仙师。另外，沈家38名血亲及其子孙后代愿与您结契，生生世世侍奉您左右。这是名录。沈清瑶，沈家所言是否为真？血气在此，若沈家毁约，沈家血脉尽断，基业顷刻崩塌。通知下去，我将入住沈家，助沈家青云。只因我对沈家2房颇感兴趣。是。通知沈家，今晚我会这里10分。沈家押上子孙万代才换来新祖入住，你这种刚出狱的丧家犬也想来沾仙气，趁新祖还没来，赶紧滚！新祖将逝，沈家只能留1人近身侍奉。姐姐肯定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。确实，她刚出狱，一定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。爸妈，别为了我跟姐姐闹翻，我走就是了。哎，瑶瑶，小北啊，你能出来，大哥很高兴。但今晚的晚宴你没资格参加，自己先去找个酒店待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沈水北，你是聋了吗？都说了这宴会是为了迎接新祖，不是为了迎接你出狱的，你赶紧滚！姐姐，新祖入住沈家，那是神仙下凡，你刚刑满释放，就算想释放他，也不能操之过急，还是先让我帮帮你吧。沈清瑶，你满身都是偷来的因果，甚至盖过了沈家的气运，让你这种脏东西侍奉，沈家要完了。姐姐，你坐牢疯了，可以吃药，但你怎么能救沈家？是什么货色？你现在还敢污蔑瑶瑶？今天晚上当哥的要不教育你，还真觉得自己厉害了？瑶瑶，二哥，你干啥呢？我这怎么打到瑶瑶脸上啊？你应该庆幸打到的是沈清瑶，要是碰到我，整个沈家都会为你葬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你在搞鬼啊！死性不改，到现在还想害瑶瑶。今天我这巴掌要不打到你的脸上，我就不是神！闹什么闹？还闹什么？今天可是迎接新祖的大日子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所有的细节都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哎呦，您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呢？我刚才得到消息，京都陆方2位家主正在来沈家的路上。陆家这是来求新祖相助来了呀！我听说啊，这陆家的老爷子快不行了，只有新祖出手方能有救。
还有这个封家，这次若得新主指点几句，那未来封家的财路不就等于攥在我们沈家的手里了吗？是啊，有新主庇佑，日后怕是都要听我们的号令了。到时候啊，我沈家必成大夏第一家族，看谁还敢小觑我们。所以啊，今晚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听雨楼都布置妥当了吗？啊，爷爷，听雨楼已按最高规格布置，所有一应用度皆已准备完毕。好，我们沈家百年昌盛之际就在今日。小啊，哎，看这天色已晚，想必新祖已在路上，你到大门口等着他，要让他感受到我们沈家对于他的诚意，明白？明白，爷爷。爷爷，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新祖驾到了，但现在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？爷爷，是姐姐，她坐了10年的牢，今天刚出狱，想跟我们一起迎接新祖。老夫人，按照您老人家的吩咐，陆家已将半数家产捐赠于山村希望小学的建设。行了好事万件，老祖这才终于松口，送来了一张新主的照片。新祖的照片？这新祖竟然是沈家大小姐！二弟，你是疯了吗？怎么能让一个劳改犯跟我们站在一起迎接新主？万一冲撞了新主该怎么办？是二哥，新主请来你们二房，想必是还不知道你们家有个劳改犯吧？沈水北，你这个逆女，没听到他在说什么吗？啊，赶紧给我滚下去！姐姐，我知道你对沈家有怨气，但今天真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。这些珠宝首饰你先拿着，消消气。又脏又俗的东西，拿走。妈妈，这些都是我身上最贵重的首饰，还是去年家宴上爷爷送给我的。沈水北，瑶瑶好心好意送你珠宝首饰，你把它扔在地上，必须要打死你！住手！小北是吧？按理说你是我沈家的血脉，确实有那份荣幸恭迎新祖，但是你从小在外长大，种种品行与我沈家人相差甚远。沈家愿意在你出狱后收留你，已经是仁慈。今天这种场合，不是你该来的，还是先离开吧。确实，一个劳改犯真不应该在新主面前现脸，脏了新主的眼，那可是天大的罪过。听到了吗？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们可要想清楚，今日我若离开，这宴会怕是办不成。沈水北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敢威胁爷爷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出去！陆家、方家家主到。京都方家赠礼海外矿业产权书1份，纯金如意1对；京都陆家奉礼1000年灵芝1对，紫金身王1只。方家和沈家得新主庇佑。
老身在此谢二位家主。这是我们家主特意为沈家二房准备的黑金一套，可用于方家旗下所有的消费场所，祝贺二房得新主青睐。看到没？我二房受新主青睐，连两位世家家主对我们的刮目相看啊！我们家老夫人刻意吩咐，青瑶小姐才情远播，想必以后在沈家定能贴身侍奉新主。永恒之心，特送这条项链，聊表赞赏之情，请青瑶小姐笑纳。这是那条在拍卖会上价值10亿的项链啊！谢过陆老夫人。陆家如此看重青瑶小姐，想必是知道她身上有某种会被新主喜欢的特质。哎呦，瑶瑶，我的好闺女呀，真是个爸爸长脸，不像某些个丧门星，还没皮没脸在那儿杵着呢，非得把我们沈家的脸丢光了才罢休吗？瑶瑶，今晚你可是关键，一定要给新祖留下最好的印象。放心吧，妈妈。只不过，小妹，怎么了？只不过姐姐才拥有沈家真正的血脉，不知道姐姐看到我被先祖喜欢，心里会不会不开心啊？管他呢，他也配待在这里。爸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那个臭丫头在不合适，怕是会影响我们沈家在新主心目中的印象。听到了吗？识相的话还不赶紧滚，别没皮没脸赖在这。让我走，可以。不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今日我若走，来日你们就算磕破头跪在地上求我，我也不会。求你！一个逆女还真敢口出狂言，早就定会冲撞心。爸，我建议立刻执行家法，将他逐出家门。从今以后，他是死是活，与我沈家再无半点瓜葛。二房已得新主青睐，飞黄腾达在即，必须彻底清除沈水北这个黑历史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好，新主和其他家族这么看重我们绝不能留下任何污点。我宣布，即刻起将沈家女沈水北逐出沈家，族谱除名，沈家与他从此再无纠葛。好一个沈家！今日并非我要回，而是沈家容不下我。师父，我与沈家的生恩已断，执念已消，道心将成，可心怀天下，造福百姓。等等，爷爷，我记得按族规，被逐之女应跪火盆，用血写断亲书。沈水北，我可不会让你完好无损的走出沈家，更不会让你有机会再回来。对，断亲书，不然的话，就算他今天走了，他日还会再上门回来。而且这么不要脸的人，不写断亲书，日后指不定会借着沈家人的名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沈家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尊大佛，断了吃2拳。爸，大哥和孩子们说的话有道理啊。虽然他是我亲生骨肉，但是为了沈家的前途，今天我不得不大义灭亲了。爷爷，瑶瑶说的有道理，族规不可违。正好新主未来之前，也请2大家族的管家做见证。今天我沈家要清理门户，与沈水北断亲。管家上火盆，拿刀和断亲书来。是。
大小姐，跪下吧。你可知沈家与我断亲，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代价？你是不是在监狱待久了，把脑子又呆傻了？沈水北，别怪我们不留情面，乖乖自己跪就行。不然，我若跪下，怕这沈家的祖宅承受不住这份天恩。贱骨头，嘴硬是吧？走！二哥，他明明刚出狱，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啊！你用了什么邪术？让我跪，你们受不起。二哥，没事吧？姐姐，你怎么能用监狱里学到的不三不四的办法来对付二哥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孽障，你还敢反抗？小北，你不要这么犟，你只要在这断亲书上签了字，大伯给你100万，可以吧？一个劳改犯累死累活也挣不到100万。再说，我们沈家可不能被你一个劳改犯给拖累了。赶紧签，赶紧滚！血书一下，契约尽，沈家全族血脉尽断，基业顷刻崩塌，只盼来日沈家倾覆之时，诸位别后悔。后悔？把你这个丧门星赶出家门才是天大的好事儿！可真会装模作样。我数到3，不签，别说是100万，就是100块我也不给你。3、2，老爷，陆家和方家的家主已经到了。什么？陆老夫人，方家主大驾光临，晚辈有失远迎，恕罪呀！沈小啊，恭喜恭喜！你们沈家今日是喜上加喜呀！喜上加喜？对啊。糟糕，难道他们知道小北今日出狱的事儿？我这里有一张新组的照片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大少爷不好了，大厅里出了点状况，您赶快去看看啊！什么？二位恕罪。两大家主已经来了，先走，很可能马上就要到了。爸，没时间了，必须立刻将这个孽障清除，否则竟会冲撞了各位贵客。还等什么？安住他，逼他死！够了，闭嘴！你德行有亏，且不知悔改，一错再错。虽为沈家血脉，却不配做沈家人。立刻跪下，写书离去，否则休怪我用枪了。你们若敢强逼于我，沈家就真的完了。到现在还在嘴呀！这今天不让你出点血，你还真不知道是谁要完。你做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姐姐，二哥亲自帮你取血，你竟反过来伤他，你好恶毒！恶毒？你们若是再敢折辱于我，就别怪我不顾及最后一点亲情。今日便是你们噩梦开始。新祖今日莅临于此，你竟敢让我出血！杀我二哥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我来！我的手！你对我干了什么？不能再耽搁了，拿棍子来！没错，赶紧处理，让他弄走，也给我根棍子。沈水北不是没有给你体面离开的机会，但是你不珍惜，现在就别怪我们心狠了。沈水北，
在沈家迎接新祖的盛大家宴上，被自己亲爹打出去，看你以后还怎么有脸在南城活下去！折辱新祖，雷劫天法，万箭穿心，你们沈家且受。沈家这只是开始。刚刚他说了什么？叶天晴，怎么突然地震了？该不会是姐姐顽固不驯、忤逆不孝，惹怒了天道，加的天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新祖还会入住我们沈家吗？一定是他！本来今天一切都好好的，自从他来，什么都不对了。二哥，你是他生父，你快处理啊！是啊，这是你给沈家讨的孽债，你快点处理。要是沈家给新祖留不下好印象，我拿你试问。是沈水北，沈家已经容不下你了，你不想走也得走。今日我就要跟你签了这断亲书，从此我们再无瓜葛，按手印吧。断亲书我可以签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后悔？我沈家蒸蒸日上，我们后悔。要说后悔，也10年前把你找回来，沾染上你这个污点，才更让我们后悔。沈水北，你要再继续胡搅蛮缠，引来天劫，打扰了新祖入住沈家，我有1000种不万种方法对付你。沈水北，按手印吧，这样我还能高看这个劳改犯一眼。师傅，你听到了吗？沈家我已回，尘缘尽了，心道已成。爸，断亲书已签，我二房终于摆脱了这个污点。好，这下我沈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供应新祖了。姐姐，真不是我说你晦气，自打你来了，爷爷的脸色便一直没有好过，直到你刚刚签了断亲书，爷爷的脸色立马就红润起来了。果然呢，扫把星就是扫把星，只有把他赶出家门，沈家才能平步青云。沈家该还债。爸，爷爷，爸，娘子，爸怎么了？爸，姐姐，你非要闹成这样吗？现在你满意了？老爷子都这样了，还怎么迎接新祖啊？你这个逆女！你看你把爷爷气成什么样了？你非要搞得我沈家家破人亡，你才甘心吗？滚！你给我滚出沈家！今天爷爷要是有个3长2短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幸好今日新主已经莅临我沈家，只要等到新主到来，必能把老爷子无恙。我沈家也自会逢凶化吉。沈水北，你还不快滚！滚！滚啊！快滚啊！滚啊！新祖，新主来了！爸，你可别心情到了。
方家家主，陆家家主，跪迎新祖。什么？啊！都起来吧。谢新祖。陆老夫人，方家主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小北啊，是我们家的。我是你们家的什么？劳改犯、丧门星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什么？沈家如此这般的羞辱新祖您，岂有此理！通知下去，在集文圈全面通缉。新祖，你们是说小北是新祖？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可能是新祖嘛？绝对是搞错了。陆奶奶，方家主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姐姐刚从牢里出来，怎么可能是新祖呢？是啊。我们有新祖的照片，又有金光指引，不会出错的。难道？这不可能的！没想到那位举世无双的新祖，居然是被沈家逐出家门的真千金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明明就是一个低贱的劳改犯。陆老夫人，二位家主，你们两人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她是我们沈家的妻女，品行卑劣，还因犯罪进过监狱的。放肆！新祖的身份还轮不上你来质疑。新祖念在血脉亲情的份上，还对你们沈家这种末流家族加以扶持，你们却有眼无珠，折辱于他。难怪新祖特地说对沈家二房感兴趣，我们真是辜负了新祖，辜负了天恩呀！孽障啊！哎，等等，陆老夫人，您刚才说您看过照片，也是因为您看过照片才认识新祖的样子。可是您看，小北一直戴着面纱，您又怎么能确定照片上的就是他？对。陆奶奶，原来你只见过照片，没见过新祖本人啊！照片这个东西是会失真的，况且我姐姐一直戴着面纱，你怎么就能确定照片上的人就是我姐姐呢？当年我看到过你们沈家的新闻，新闻上刊登有新祖的照片。陆奶奶说的是10年前姐姐聚众淫乱被抓的新闻吧？这件事情果然已经人尽皆知了。不过这更能证明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新祖要是心怀世界，能够维持世界各大家族秩序的人，而像我姐姐这样私德亏损、违法犯罪的人，是吗？确实，新祖可是世界秩序的掌控人。这要是个德行有亏的人，那世界岂不是完蛋了？而且陆老夫人都没看到正面就断定是他，会不会太草率了？说的是啊，的确太早了。我宁可相信地球下一秒爆炸，我也不相信他就是新祖。聚众淫乱，逼迫卖淫，的确，刚才说的每一条都德行败坏，违法乱纪。哼，大家都听到了哈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自己德行败坏，违法乱纪，不是个好人。小北啊，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啊，你不必自己提起。不过不要一错再错，赶紧向陆老夫人澄清，你不是新祖。我什么时候说我刚才提起的是我的罪行了？是崔北，你老年痴呆了？10年前你不就是因为这些罪行才会被捕入狱的吗？我的确被捕入狱，但凶手这另有其人。是谁？我是真凶。什么？瑶瑶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嘴巴怎么不受我自己控制了？瑶瑶，你刚才说真凶是你是怎么回事？
意思是我10年前聚众淫乱，想5万块钱把沈水北给卖了的。为什么我的嘴不受我控制？为什么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？我完了，我完了！我靠，这么刺激吗？凶手自爆！这女的老掉毛病吧，自己锤自己，好离谱啊！辛祖，你，我愿放下执念，与沈家一拍两散。可奈何他们不愿，既如此，我们之间的陈年往事，也该好好清算清算。我懂，瑶瑶，想清楚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是啊，瑶瑶，你不是说10年前是沈水北要卖你吗？现在这怎么调换了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时因为我还没把沈水北卖掉，执法队的人就来了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说是他要卖我，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会相信我，不会相信他。是沈水北对我做了什么，所以我的身体才不受控制的。沈水北，你这个贱人！瑶瑶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是真的。10年前你们只要随便一查夜总会的监控，就能证明沈水北的清白。可是你们这群人太相信我了，甚至连多浪费1秒查监控都不肯。我不要再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不要再说了。沈水北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还要说出多少不该说的真相？小北，真相清楚了吗？不清楚的话，视频监控皆可查证。小北，我不知道。不，你知道，你身为知名律师，背地里不知道帮沈清瑶收拾过多少烂摊子。可当你得知被他卖掉的人是我之后，为了沈家的颜面，你选择视而不见，那是因为你知道，根本就不会有人为我辩解，为我出头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北，不是这样的。哥，你跟他解释什么？小妹跟咱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你不相信她，你相信沈水北？沈正，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沈水北，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你揭露了什么真相，我们就会惩罚小妹，然后接受你吧？告诉你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小妹就是我们家的团宠，她就算犯错了又能怎么样？你替她坐了10年的牢，那是你应该的。闭嘴！瑶瑶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沈家人蠢啊，蠢啊！把自己亲闺女当日本人整，把我这个养女当做团宠。给我闭嘴！我打死老公！我刚才那是养女的真实心声吗？她觉得沈家人蠢。哎，是个人都会觉得沈家人蠢，把自己的血肉之亲抛弃，还宠一个外人。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我没有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他用妖法害我，是他控制我的。小北，你真的有这么多手段吗？小北，刚才一些是你做的，瑶瑶突然变得那么古怪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刚才瑶瑶那么坏，是你做的手脚是吧？啊？你用了什么妖术？心族要惩罚的人，还用得着这样的手段？陆老夫人，你怎么能肯定小北就是心族啊？你们刚才不也看到了吗？你们沈家养的好养女，寻常人能做出来这样的事吗？难道小北他真的是这不可能啊！说不定他在监狱里得了真传，10年了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呀。
那这样看来，咱们沈家恐怕是闯大祸了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他是心族，他刚才用的是妖法，是下作手段。照片呢？你把照片给我拿出来！你休想一叶障目，蒙骗大家，给沈随北装腔作势！你给他。哼，真是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们都看看，确实，真像。不过10年了，他不会长变样了。是啊，10年前我也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。这照片就是小北呀！小北10年前好像是长这样，但10年过去了，又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小肖，你们3个不是接小北出狱的吗？看看这照片上和现在的小北是不是长得一样？我当时太讨厌他了，我没仔细看。我一心只想着回来陪小妹，根本没睁眼看他。你们都是他的亲哥哥，就是一个外人，怎么会对一个刚出狱的小姑娘能这样呢？啊！不用这么麻烦，直接摘掉沈水北的面纱，跟照片核对一下，不就行了吗？这面纱是由沈家38名血亲族人及子孙后代与我结契而成。我与沈家断亲，你们顶多算是不尊重新祖而被降天罚，但尚有一线生机。若面纱摘下，沈家将人畜无存，灰飞烟灭。沈水北，你吹什么牛呢？人畜皆亡，你自己不是沈家人？我既与沈家断亲，便不再是沈家人。沈水北，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每天打着新祖的名号出去招摇撞骗，我今天就揭穿你的真面目！瑶瑶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快过来！血气一解，沈家的命数要尽了。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，竟敢让新祖承受如此大的羞辱，就算把他们抽筋扒皮，也不足为过。现在睁开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新祖到底是谁！孽障啊！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惹下了滔天大祸，毁了我沈家100年基业呀！小北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你的身份呢？你相信过我吗？你相信过我吗？10年前，只因沈清瑶一句话，我被冤入狱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你都不相信，只因在你心中，从始至终，都只有沈清瑶这一个女儿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也是我的女儿啊！那刚才我被他们逼着签断亲书的时候，你心里可曾想过，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？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小北，别，小北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们沈家的女儿呀，不是吗？对呀，之前都是误会，现在咱们把话说开了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小北，再怎么说，你身体里流的可是我沈家的血呀！10年前你在外流浪，还是我沈家把你认领回来，让你免受颠沛流离之苦。再怎么说，我被沈家找回不久，便含冤入狱，难道我还要感谢沈家亲手将我送进监狱吗？
这真的是我所录取的亲属。他真的是新族。我沈家，我虽放下执念，道心稳固，但沈家仍有众多无辜之人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便好好唱了。新祖，请留步。求新祖庇佑我陆家，我陆家愿倾尽所有报答新祖。我方家也愿倾尽所有，请新祖庇佑。如今我刚与沈家做出了断，须得慎重选择家族。二位请回吧，等我做出选择，自会派人通知二位。新祖，请新祖恕罪，我无意冒犯新主，实在是家中所求之事迫切，所以情急之下冒犯了新主。无妨。陆老夫人，煞气入，近日家中可曾有事发生？新主无见，求求你救救我丈夫。这是我丈夫被人用这个你算计了。不只是你丈夫，不出3日，他身边至亲之人便都会死。求亲祖出手，救救我陆家！老夫人请放心，陆家的事我管定。医生，我父亲现在怎么样？你要准备后事了。怎么会闹成这样？都怪你们二房要和沈水北断亲。现在好了，我们都被你们害死了。看呐，你们才是我们沈家的灾星。你再说，你这话过了。哼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沈水北可是你的亲妹妹，是你爸妈的亲骨肉。但凡你们之前对她好一点，她今天都不会对我们沈家如此绝情，送亲女儿、亲妹妹去坐牢。畜生们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儿。三叔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爸爸妈妈也是为了维护沈家的清誉，不得已而为之的。老三，三叔，沈家还轮不到一个养女来教训我。妈妈，老三，不管瑶瑶是不是我亲生的，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。二嫂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。自从沈水北回到我们沈家以后发生的事，哪一件跟他脱得了干系？说不定坏种就是他。我没有，三叔，你怎么能诬陷我呢？三叔，瑶瑶是您看着长大，她是什么样人，您还不清楚吗？是啊，三叔，瑶瑶从小生性善良，就连一只蚂蚁她都不忍心踩死。他够了，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比沈水北写下的断亲书，在场的每一个都逃不了干系。大哥，谁能想到
坐牢的沈水北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新主了。这天大的机缘送上门，我们都抓不住，而且还得罪了新主。沈家这次是要在劫难逃了。我看未必。大伯，我们都被小北给骗死。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之前陆老夫人声称自己得到了一张新组的照片，而照片上的人正是沈水北。你们知道这照片是谁给他的吗？是谁？和他同一监狱的劳改犯。什么？劳改犯？一个劳改犯给的照片，能信？当然不能信了。我调查过了，沈水北还在监狱拜他为师。我听说监狱里多的是诈骗犯，姐姐该不会是……姐姐怎么能拜那种不三不四的人为师呢？所以这就是沈水北和那个劳改犯联手做一场骗局。这沈水北好手段呐！啊，堂堂陆家都被他耍得团团转。如果沈水北是假的，那老爷子为什么会被反噬吐血昏迷呢？我记得姐姐刚回来的时候，因为嫉妒爸爸妈妈宠爱我，曾经在我的饮料里面下药。他这次该不会也是？一定是他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害的。这个逆女啊，她为了报复我们，竟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小北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而且我刚刚得到消息，沈水北正在前往陆家的路上。他招摇撞骗找去陆家了？那陆家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难不成他有什么真本事吗？大爷，陆家老爷病逝，这是陆家派人送来的讣告。那老爷子不久前因病长辞了，死了。那沈水过去干什么？不管他干什么，总不能把死人复活吧？哼，那这次他可算是踢到铁板。或许我们可以借助陆家这次的赃，当面拆穿沈水北的阴谋诡计，劝他迷途知返。你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务必让京都圣母家族认清沈水北真面目，不然我沈家被他压制，将永无翻身之日。大伯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个小女。请。原来如此，信主，他们都是陆家的子孙，我特意吩咐他们在此恭候您的到来。有心了。沈水北，你一个劳改犯来我们陆家做主，真晦气！是，哎，妈，怎么无缘无故打我儿子啊？他敢冒犯亲祖，奶奶没有把他腿给打断，都算轻的。怎么说你哥哥的？有没有教养？你书一说的没错，家俊对新主不敬，该打。奶奶，您老糊涂了吧？沈水北就是个劳改犯，他怎么可能？再敢对新主不敬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新主，里面请。
你们连葬礼都准备好了，还请我来做什么？这是谁干的？是大爷。妈，我是看爸他已经能呼吸了嘛，我也想他老人家能够早点入土为安嘛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我离家之前是怎么交代你的？我没回来之前，谁都不许靠近你爸的身体，你不知道吗？还好，新主来了，一切还来得及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还不快去把你爸送到房间去！是。陆老夫人，请您帮我准备檀香、玉桶，我要沐浴焚香，去一去在沈家的晦气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去准备。老公，你说那个新祖会不会真的把爸救回来？爸，我已经把爷爷的讣告全发出去了，奶奶要知道了，非打死我不可。放心，魂尽灯灭，金凤哪怕是大罗神仙来也救不活他。之前没发现沈水北这么好看，这可比沈清瑶美多了。早知道不追沈清瑶，追她了。也不撒他们就照照自己，你配吗？你还不算太晚。灯已经灭了，他绝不可能把人救回来。找到了。新祖，这是他便是害了陆老爷子的凶器。凶器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古代铭记用的灯，灯芯由数万将士发丝制成，灯火可燃烧被诅咒之人的魂魄，直至魂尽灯灭。难道爸就是因为被人用这灯诅咒了，所以才会昏迷不醒的？正是。奶奶，是谁这么的狠心，竟用这么恶毒的手段来取老爷子的命？陆老夫人有所不知，这还不算是此邪术最狠毒之处。请新主指点。被灯奴役的生魂无法进入轮回，将永生永世困于魂灯之内，受尽折磨。奶奶，新主可有办法救我父亲性命？这办法是有，就是不知真相，陆老夫人能否承受得住？请新主但说无妨。
只要找到魂灯的主人，将其血滴入灯内，若灯可复燃，便尚有一线生机。陆先生，我说的对吗？我怎么知道对不对？你问我干什么？这么晚了，大伯顾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带我看看，在搞什么东西？我想起来了，这灯是大伯带回来的。洪斌，你妈，他胡说，怎么可能是我带回来的？这个明明一直就在你爷爷的床头上放着的，哪里是我带回来的？我全部都拍下来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？奶奶，这个逆子！奶奶，多谢信主。妈，不是那个。这个逆子！为什么你就用这么丧尽病荒的手段来害你爹呢？妈，天地良心啊！我是爸最疼爱的儿子，我没有要害他，一定是老二，是老二故意想陷害我，所以才让他这么说的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为何要让淑仪诬陷你？又怎么可能去害爸？嫉妒爸妈对我这个养子好，你故意陷害我。刚刚新主说了，只要魂灯主人的血滴入灯内，这火就可以复燃。大哥，该你了。妈，你知道我的血有多难，就是一个小伤口都是流血不止，我怎么可能用自己的血去诅咒父亲嘛？我可从未说过这下咒之人要以血为欲。陆先生从何得知？我猜的。来人，给大爷取血！妈，你看这灯没变化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原来如此，新主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何灯没有复燃？三是因为沈水北县。
谢教，沈水北可是你的亲妹妹，她成了新主，对你们沈家来说那是莫大的荣耀啊！你怎么能说她是骗子呢？我也是刚刚才得知，沈水北竟敢冒新主之名欺骗众人。放肆！我亲眼见过照片，新主也是你这无名小辈可以随意诋毁的吗？陆老夫人有所不知，您所看到的照片是假的，那不过是沈水北和另一个劳改犯做的局。什么？没错，沈水北在监狱拜了个劳改犯为师，那个劳改犯就是个彻头彻尾诈骗犯。姐姐，你就算要报复沈家，也不必拜这种不三不四的人为师吧，让沈家丢尽颜面。不知悔改，当初就应该让你牢底坐穿。沈水北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都怪我管教不严，才让这个逆女的胆大包天，做出冒充新主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。新主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冒充，可有证据啊？这盏灯没有复燃就是证据，你根本就不是新主，所以你根本找不出杀人凶手，也根本救不了陆老爷子。姐姐，你不要再任性妄为了，你这样做是会害死别人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，他的血可让灯复燃？沈水北，你到现在还在嘴呀？沈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。我与沈家早已断亲，何来丢沈家脸一说？你还真是自作多情。姐姐，你快给爸爸妈妈道歉，不要再欺骗陆老夫人了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，别恶心。小妹，有了，小妹，哎呦，没事吧？姐姐，我好心劝你回头是岸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水北，既然你如此无知好歹，那就别怪我不顾亲情。怎么，又想让我进去？你有这个本事，那就试试看。够了，这里是我们陆家，不是你们沈家人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。哎呦，陆老夫人，息怒息怒。新祖，您说过，只有下注之人的血才能使灯复燃。那现在，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凶手是谁？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。谁？他。姐姐，你是想让一个快没气儿的人开口说话吗？你大可不必找如此荒谬的理由。沈水北，我以前只觉得你蠢，没想到你现在还疯得厉害。脑子的确是个好东西，但可惜你从未有。你妈，你就别再被他欺骗了。我们陆家不是你能够随便妖言惑众的地方。放肆！刚刚的眼神好可怕，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会有的眼神。逆女，还向陆先生和陆老夫人道歉认错。命令我，你配吗？你。
你是怎么到那儿去的？因为他行。哦，快醒了！丫头子，你终于醒了。老太婆，让你担心了。爷爷，来，我扶你。感谢星主救命之恩。不可能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明明已经死了，你怎么可能办得到？不是说好了魂尽灯灭吗？看，凶手沉不住气来。是你害你爹，你这是畜生！不是的，不是说什么灯什么的，你是在耍我。生死人肉白骨，我若连这些都做不到，又怎堪星祖称号？至于耍你，你说是，那便是了。杀了你！你是这个畜生！我把你当成亲儿子那样，甚至把我名下的财产都留给了你，你竟然不知足，还要害我性命！这都是你自找的。相比起家主的位置，你的财产算什么？你竟然要将族长的位置留给陆明德！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你留给陆明德那个窝囊废！你要把家主的位置传给我？我一直以为你很讨厌我的。你向来稳重宽厚，自然比你大哥更能适应陆家的家族。我之所以偏向你大哥，是因为你和你妈是他的母亲救下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回家探亲，突然羊水破了，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路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是你大哥他妈路过救了我，他将我陪亲送到医院，然而他回来的路上遭遇车祸，不幸遇难。我本来不想让你背负这些，却无意中伤害了你。这些事情本来是应该早点告诉你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妈，原来这些年是儿子太不懂事，儿子错怪你们了啊！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们算账？啊！我的手！你这个女人对我干了什么？我要让你们明白，别来惹我，代价你们承担不起。逆女，你竟敢对自己的哥哥动手，我沈家真是养了个白眼狼了！看我今天打不打死你！
定是姐姐。姐姐在牢里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竟然全都用到爸爸身上了。一定是他！爷爷吐血昏迷，沈家这么倒霉，都是因为他。小北，你还没闹够吗？爸爸差点为你丧命，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？沈水北，你非要把全家都害死，你才会满意，对吧？一直以来，都是沈家作茧自缚。我们作茧自缚？难道10年前不是你差点害了瑶瑶？和蠢人聊天，还真是无趣。说了不信，比苍蝇还烦。我命令去查10年前的事，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。查清后，离我远一点，别来烦我。是。不要去！你不要相信他，我怎么会用自己的清白去诬陷他呢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宁愿相信他，也不愿意相信我，是吗？大哥，如果我非要用死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你们不要！这下，上面都要闹自杀了，你还相信他？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瑶瑶是我养大的，她的品行我最清楚。都是你，自从被接回家那天起，就到处惹是生非，丢尽沈家的脸。老爷子，您都看到了吧？这个逆女啊，她绝非善类，手段狠辣呀！您可千万不要相信她。我还没有老糊涂，是真是假，我心如明镜。沈小姐是我们陆家上下敬奉的新主，你们如果再敢对她有一丝不敬，便是以我陆家为敌。哼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这群蠢货，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妄图挑拨离间。新祖就于我们陆家患难之中，岂是你们能污蔑的？来人！你想干什么？将这群有眼无珠、顶撞新主的东西都给我轰出去！你们陆家跟我玩这一出是吧？老子记下了，你们别后悔！给我滚！我们走。新祖受此诬言，是我们陆家没有及时清理门户，还请新祖降罪。跳梁小丑何足挂齿，因果已终，静待花开即可。明明没有风，这铃铛怎会无故响起？是怨气。怨气？看来又有新的执念。新祖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？烦请陆老夫人帮我找一个人。我们陆家一定会全力以赴，请新祖吩咐。一个女孩，年龄20岁，半年前死于一场大雾。新祖，这是你要找的女孩的资料。她叫苏桃，是苏家2小姐，半年前被困老宅中，意外火灾身亡。意外？不过说来也奇怪，这
这苏家老宅在南城的最北边，但自打10年前苏老爷子去世之后，苏家人就搬到了现在的宅子里。但2个宅子之间相距甚远，不知苏小姐半夜往那边跑做什么？自然是有人带她去的。难道苏小姐的死不是意外？这个铃铛只有死人的怨魂可以撞响，而前段时间撞响他的怨魂正是苏道士。什么？看来得去苏家一趟。这么大的力气，是淘淘吗？上帝说，苏小姐是因为在这个宅子被烧死，魂魄永远被困在这里，永生永世被烈火焚烧折磨。苏夫人，请原谅我的无能为力。二师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的女儿！我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古今中外我都找了，求求你了，救救我的女儿吧！救倒是能救，但是求你了，只要你愿意救我的女儿，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，就算是要我的命，我都心甘情愿。那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我就帮你吧。这个仪式必须要用至亲之人的鲜血才能完成。诺诺，到你了。只需要父母的就可以，其他人呢反而会影响效果。是不是做完了这一切，我的女儿便可以安生了？你女儿有你这样愚蠢的母亲，怕是安生不了。你女儿有你这样愚蠢的母亲，怕是安生不了。你是谁？我叫沈水北，是苏家请来超度苏小姐。你们还请了其他人？没有啊，我们只叫了你。那还不快快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！沈小姐，今日是我苏家超度亡女，实在没有精力招待您，还请您离开吧。愚蠢，让她来，你女儿才真的万劫不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女儿活着的时候，你没能好好保护她，让她被害死，死于烈火之中。如今还眼盲心瞎，让这个不忠不阳的玩意儿震此魂，使其永世不得超生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女儿的死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害了她？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我女儿的死分明是意外，却在这里信口雌黄，玷污我亡女的清净，是何居心？那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为了一己私利，亲手放火烧死自己的女儿，你就不怕下地狱？你血口喷人！阿荣，你不要听他乱说，你快点传教士继续，好让我们的女儿在九泉之下过完生。究竟是想让你女儿
在九泉之下过得安生，还是让他万劫不复？沈小姐，话不可以乱说。文渊是陶陶的父亲，他怎么可以害死自己的女儿呢？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那个被沈家赶出的劳改犯沈水北，她是我闺蜜沈娇的姐姐。听说之前冒充新祖被沈家除名，没想到死性不改，还敢来我们家骗人。原来是沈家那个瘟神啊，难怪满嘴谎。哼，沈水北害了沈家还不够，还要跑到我们苏家来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。来人，把这个不请自来的扫把星赶出去！都给我住手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沈小姐，是我请来的客人，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妈，你怎么能把他请过来？他可是沈家的劳改犯呀！不好，这个家还轮到你来教训。来人，把这个不忠不良的冒牌货给我拿下！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之后，再给你好好算算账。我刚从陆老夫人那儿得知，新祖要来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新祖恕罪。老太太是老糊涂了吗？竟然对一个小丫头这么恭敬。妈，您喊沈小姐什么？奶奶，我闺蜜说这个沈水北就是个骗子，他可把沈家害惨了，您可千万别……住嘴！再敢冒犯新祖一句，你就给我滚出苏家！新祖，你刚才为什么说我孙女儿是被人害死的？他来找我。谁？你是说陶陶？只是一派胡言！我都死了半年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去找你？这半年来，他应该也会夜夜去找你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沈小姐，陶陶确实已经去世半年了，他怎么可能去找你？如果我说他也经常来找你，可否能想起些什么？你是说，自从陶陶去世以后，我经常会梦见有一双手抓着我跑，要害我。我醒来以后，手上就会出现这些伤痕。他这不是在害你，相反，他是在保护你。什么？什么？我们每个人所惧怕的恶鬼，往往都是别人朝思暮想的人。你是说，我梦见的那个人是我的陶陶？正是。沈小姐的瞎话还真的是张口就来啊！她如果真的是陶陶，她既然要保护婉如，那她为什么要在婉如身上留下这么重的伤？就是啊，婉如，可别被他给骗了。陶陶这么乖巧可爱，又怎么能忍心伤害你呢？沈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每次梦到自己要被抓走的时候，就会突然清醒？是，每天在梦中，我的意识是清醒的，可是我的身体怎么都动弹不得。直到梦中那双手出现，我就立刻醒了。那也是被吓醒的。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，为什么你常常陷入到这样的梦境当中呢？半年前，我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症状，导致我每天昏昏沉沉的。陶陶，是我的陶陶。陶陶已经死了，死了半年了。徐先生，您女儿去世了，
可是为何感觉您一点都不伤心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生活要朝前看嘛。我如果不爱他的，我为什么会找那么多人给他做法超度？超度？超度需要护魂绳，需要在后院修一口八方井。什么八方井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们家后院没有八方井。是啊，沈小姐，我从未在我家后院见过到那口井啊。后院确实有那口井。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呀。你小的时候啊，那口井确实还在，但是有一次你掉到那个井里，你父亲啊就找人把那口井给封上了，所以你对那口井没有半点的印象。那口井已经被你的丈夫修好，变成了一口镇魂井，里面所镇亡魂正是你的女儿苏桃。越说越离谱了！来，把这个满口胡言乱语的妇女人给我赶出去！想知我所言是否为真？同我去后院，一看便知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女人，你也配来我们苏家胡作非为？爸爸，婉容，难道你也怀疑我不算是皇朝？文渊只是去后院看看，要是没有，就能证明你的清白。婉容。怎么样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里除了泳池，哪里来的什么镇魂井？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妈，奶奶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他根本就是在故弄玄虚，胡说八道。这后院我们经常来，哪来的一口井？我看他就是最近看我们苏家不顺眼，故意来找茬的，想让我们家宅不宁。婉如啊，你现在总该清楚了吧？这个女人满嘴谎言，从一进门开始就危言耸听。像她这种被家人抛弃的野狗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家里好。沈小姐，您贸然前来破坏我女儿的仪式，我不怪您。可现在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？都住口！新祖还没有解释前因后果，你们就这么急的跑出来乱叫，当心话说的太满，闪了舌头。是，他还能解释什么呀？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家族都容不下的劳改犯，什么瞎话编不出来？妈，你也真是老糊涂了，被这么一个下三滥的骗子蒙蔽，还来我们苏家兴风作浪。你，婉如，你看看，妈就是因为轻信了这个女人的话，所以才把我们一场好好的法事搞得天翻地覆，让我们苏家成了全城的笑柄。这个沈水北就是个贼心，是个扫把星。妈，婉如，那沈家可就是前车之鉴呀。奶奶，爸爸说的对，这个沈水北也不知道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您这么相信他，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和亲孙女。沈小姐，你居然利用老人善心和思念孙女的情感行骗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井口被封，以水为眼，镇于池底，阴火锁于其下，还真是好算计。可惜障眼法终究是假的，可惜障眼法终究是假的。不错，干什么？血
真的是姐，怎么会永池呢？徐文渊，你个孽障！我看你还怎么说呀？妖术，这一定是妖术，大家别信他。徐文渊，你的好戏该收场了。淘淘，真的是我的淘淘！徐文渊，你究竟对淘淘做了什么？星祖，苏婉如的饮食当中确实被徐文渊下了慢性毒药，这是检测报告。徐文渊，你女儿就是因为撞破了你与叶韵之间的阴谋，才惨遭毒手，是与不是？爸爸和姐姐这么晚去哪儿？怎么才来啊？这我都急死了。最近那个贱人一直睡得不好，我只有等她睡着了才能出来。对了，那个贱人的药快吃完了，新的药带来了。当然了，那我们以后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等那个贱人死了，钱到手了，我就让默默喊你妈。太好了，很快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妈妈啦。当初啊，我们把苏婉如的女儿看成咱们女儿，害得默默这些年只能叫我阿姨。现在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是。爸，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你贪图苏家家产，与叶韵勾搭成奸，更在早年间偷换苏家血脉，让私生女苏沫鸠占鹊巢。丑闻败露后，你竟然亲手杀害自己的女儿，其行可诛，其心可诛。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？是你女儿亲口告诉我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根本不可能出来，这是我亲手找人做。徐文渊、叶韵，你们不是人！你还我的女儿，还我的淘淘！我要杀了你们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们苏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招来了你这群豺老虎，害我孙女，害我女儿！滚开！是我做的，那又能怎么样？苏家原本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，还有淘淘那个小贱人，她是你跟你前夫的女儿，不是我的。他怎么了？他太吵了，我让他安静一会儿，安安静静的享受你女儿的痛苦。就让他在这里站满7期49天，只要遭受49天烈火灼心之痛，就能彻底超度你的女儿。这玉佩你留着，
当个念想吧。徐文渊，你感受到了吗？我的淘淘当时也是这么痛苦，这么绝望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报应。沈小姐，不，新主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都是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是他逼我的，是他贪图苏家的财产，是他策划了这一切，我只是被逼迫的呀。对，都是爸爸，都是他逼我们做的，求新祖饶命，饶了我们吧。逼你们？抱歉，我可没感受到。你们享受着从苏家窃取的一切，如今一具被逼的，就想将所有的罪过抹得一干二净。天道轮回，因果报应，你们欠下的债一分一毫都须偿还。新祖是叶永新的怨气了吗？是的。好，我这就去查一下是谁。不用，他的身份我已经知道了。这是沈家家主，我那个只见过几面的爷爷。沈家家主已经去了吗？这么晚，您说过是有怨气才会撞响这铃铛，难道说沈家老爷子的死有蹊跷？人死债消，老爷子，虽然你在世的时候从未多看过我一眼，但你来找了我，我必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。走，去沈家。是。哈哈，您一身欣然积德，没成想临了却走得这么突然，连一句遗言都没给我们留下。还不是怪你们二房生了个灾星。都怪沈水北那个扫把星子，都怪他害得我们沈家气运受损，爷爷才会急火攻心，一病不起，最后走得这么不明不白。都怪我，姐姐一直以来最讨厌的人就是我。如果我在她当初回来的时候就走了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。那丫头就是来讨债，我当初就不该心软认回她，真没想到啊！你们沈家人竟然眼蒙心瞎到这个程度，被一个蛇蝎心肠的养女耍得团团转。沈水北，你害死了爷爷还想来？我不来，他死不瞑目。你这个忤逆不孝的逆女，你害死了爷爷，还要诅咒他死不瞑目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他瞑目了吗？不如你们自己看看。他的眼怎么没闭上呀？之前分明是闭着的呀！难道爸还有什么遗愿未了？沈水北，爷爷闭不上眼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他生前你是怎么气他的？你忘了吗？没忘，但他气的貌似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这群蠢不自知的不孝子孙。沈水北，你招打！小北，你刚刚为什么说老爷子不能瞑目呢？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什么？沈水北，你还活在自己是新祖的梦里？你以为用这招能骗得了陆家，还骗得了我们吗？你害我们几个还不够惨是吗？现在要害死爷爷！是啊，姐姐，爷爷他已经死了，你就算再恨沈家，也不应该在他葬礼上这么闹，
不让他入土为安啊！入土为安，被谋杀的人会安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谋杀？他不是病死的，是被害死的。逆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把话给我说清楚！人又不是我害的，我怎么能说得清楚？你不妨问问你的宝贝女儿沈清瑶，她比任何人都要清楚。她比任何人都要清楚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够了，沈水北，你还要污蔑瑶瑶？瑶瑶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么会害爷爷？你不相信我，可以，但我有义务告诉你，亡者怨念未消，无法进入轮回，会一直在人世间徘徊，经历痛苦。小北，我相信你，但你要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怀疑沈清瑶？大哥，老二，是把一个人拉成我们3个人这么大，我不能让他不清不白的去死。我也相信你，如果爸的死有什么蹊跷，我一定不会饶了那个人的。你畜生！我当初真该在把你生下来的时候溺死在水盆里。放心，其实我也不喜欢做你的女。你口口声声说爷爷的死有蹊跷，跟瑶瑶有关。小明啊，你要是今天拿不出证据，证据就在沈清瑶的卧室搜一搜，就能找到。就在沈清瑶的卧室搜一搜，就能找到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没有艺术贬值？大伯，我不许你去，不许你因为一个劳改犯的话而侵犯我的隐私权。隐私权？沈清瑶，你疯了吗？你的吃穿用度都是沈家给你的，我们进你房间就是侵犯你隐私权了。我倒要看看你的房间里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走。不许去！哎，沈水北，你满意了？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搞得这么乌烟瘴气，谁叫你满意了？怎么，连你也想怪我？爷爷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说？算是吧。沈清瑶，你是狗吗？把我手都要出血了！不准进我房间！你们全都不准进我房间！老大、老三，瑶瑶从小最乖巧懂事，她怎么可能去害老爷子呢？那个逆女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她的话不可信呢。是也，大伯，瑶瑶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你怎么因为一个外人怀疑她呢？大伯，10年前沈水北已经害过瑶瑶一次了，我不能再让他害第2次。爸，都给我让开！我来搜！我来搜！爸，难道连你也怀疑瑶瑶吗？瑶瑶要是什么也没做过的话，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冤枉得了她，不是吗？起来！你给我过来！妈妈，沈水北，你说的证据在哪？证据就在枕头底下。哪有什么证据？沈水北，你还要说谎到什么时候？证据就在这里。
这个爸的遗嘱怎么在这儿？瑶瑶，爷爷的遗嘱我们都没见过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爷爷的遗嘱我们都没见过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不知道，爸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东西一定是沈水北放在这里诬陷我的。我放在这里陷害你，我会在遗嘱上标注，老爷子死后所有的财产都将转到你的名下吗？什么才在转移到他名下？瑶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的遗产会不会全部给你？凭什么不能都给我？你们知道这些年为什么从来没有见到过遗嘱吗？那是因为他从来没立过。这份文件是我亲手做的，就差他签字了。这老头居然觉得自己还活得长得很，根本就不肯签。瑶瑶，是不是沈水北又对你做什么了？蠢货，这次没有人对我做任何事。本来我还想再装一装，等到时机成熟弄点东西再走。现在好了，我不装了，安排了。反正你们沈家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是我的。所以你为了让爷爷在这份遗嘱上签字，就杀了他。本来我不想动他的，他一个话都说不明白的废物老头，留着对我也没什么威胁。可是他偏偏跟我说，就算拿到了签字的遗嘱，等他好了以后，也要重击奖励，沈家子孙后代每位平分遗产。你、沈行、沈正还有沈水北，唯独没有我。我才是在沈家活了20-30年的千金啊，他居然一分钱都不给我。你说该不该死？畜生！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他是你爷爷，又没有血缘关系，做过大门子的爷爷。瑶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他可是看着你长大的。那他就应该把沈家所有好东西都给我呀！全部的好东西都给我，都是我的。所以你留在沈家就是为了金钱、权力、地位这些所谓的好东西？不然呢？拜托，你真以为我喜欢装乖讨好你们吗？我每天装成一个和我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我很累的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们沈家现在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是我的，我再也不用看你们脸色过日子了，我要过人上人的生活了。你畜生！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！你个死老头也是，如果他早点想起沈水北就是新族，你们沈家是不是早就飞黄腾达了？你给我闭嘴！怎么了？你们沈家一家子全部都愚蠢至极。10年前你说小北给你下药，是不是也是你冤枉他的？没错，就是我。要不我说你们沈家人蠢啊，因为我的一句话就送沈水北去坐牢，真是蠢的无可救药，活该你们断子绝孙！来人，把这个畜生给我抓起来，押送进去！报警！我告诉你，你们沈家人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是我的，我马上就要过杀人的日子了。等等。我的遗产呢？去哪了？遗嘱，爷爷收走了。现在可以带他走。沈水北，
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那就等你做得了鬼再说吧。带走。执念尽消，应该离开了。小北，怎么回事？爷爷的眼睛……抱歉，这个愿望我不能答应你。走吧，对你，对他们都好。小北，爷爷最后一个愿望是什么？他让我回家，可惜这里不是我的家。困过身，曲折拍扁叫我跌入尘，拘我魂，条条规训叫我认了吞，笑我的虔诚，迈不出家门，要不正要我认，浑身的走完这一生。